一向全程的优等生丽莎，天天因为发烧难得缺勤，高烧让她开始胡言乱语，明明人还在被窝里呢，魂都已经飘到学校了，甚至还把老妈看成了胡佛老师。老妈知道丽莎这孩子必须得有书看着才能平静下来，贴心的在她床头放了一摞书，这才安心离开。丽莎拿过了最后的那一本西方美术史插图版，翻开第一页，她在上面竟然看到了爸爸的手笔，上面说他总有一天会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咖啡桌。丽莎无视了老爸画的大笔，继续往后翻，她在这本书里看到了关于达芬奇的故事。1462年，年仅10岁的丽莎纳多迎来了欧洲历史的文艺复兴，此时的她已经天赋异禀，人物肖像画是手拿把掐，警长时常需要她的帮助来绘制嫌犯画像。那时候的佛罗伦萨正是文艺复兴之时，黑暗的时代一去不返，人们拥有了壁画、食物以及新鲜玩意儿披萨。年轻的丽莎纳多很快就成为了佛罗伦萨最著名画家安德烈亚的学徒，小年轻们聚在老师的画室里接受安德烈亚的艺术熏陶。丽莎的画一下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安德烈亚深刻意识到啥叫老天赏饭吃，自己辛辛苦苦大半辈子还不如一个10岁小孩。他折断画笔，发誓以后再也不画画了。同时孩子们也开始对这个天才画家群起而攻之，认为他不应该和大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上帝虽然给了丽莎天赋，但却没有告诉她什么是爱。总是独来独往的丽莎在某一个午后泪洒画纸，决定创造一个400年来都无法被破译的秘密笔记。立下这个目标以后，丽莎就算是躺在床上都是左右手同时开弓。她脑子中的想法源源不断，却丝毫没有发现八仔偷走了她的秘密武器，拿给了伯恩斯主教。在这本笔记上，伯恩斯发现了许多天才般的发明，只要依靠这些发明，就能将那些讨厌的人全部都杀死，这样他就能一步登天，成为教皇。成功的攻下一座城邦之后，伯恩斯带着小丽莎来到了山巅，指着山脚下被大火湮灭的村子，告诉她这就是他的杰作。直到这时，丽莎纳多意识到，把自己的智慧用于战争是在亵渎神明，但用于艺术则会永垂不朽。于是他隐退法国，从此幸福的生活着。他在自己的寒舍里夜以继日地创作当初那本秘密笔记，直到他两鬓斑白，达芬奇密码顺利诞生于世。时间回到现在，八仔听着妹妹念叨着故事中的剧情，把自己当做了达芬奇，忍不住阴阳怪气：“你还蛮谦虚的嘞，居然把自己当做达芬奇。”说完就毫不客气的拿过了妹妹的小米粥，美美喝了起来。丽莎就不理解了，八仔这小子不是该上课吗？怎么会出现在家里？别问，问就是他觉得艺术课相当的无聊，甚至有些厌烦。丽莎两眼放光，没想到老哥居然和自己接下来要讲的艺术家一样，讨厌正规的艺术学习。毕竟当初这所非主流追光男团也不被主流学院派认可。八仔听他这生硬的话题转换，简直汗流浃背，他是烧糊涂了吧？把自己当莫奈？大雪纷飞的1863年寒冬，巴黎美术学院里出了一个叛徒学徒，所有人都在按照西莫所教授的方式进行绘画时，他独树一帜，偏偏不走主流，被老师批评了，还悄悄在背后写坏话。毫不知情的西莫让孩子们坐下。今天他请到了巴黎的酒神巴克斯来给大家当模特，虽说是超模，但老哥身上的肥膘是一点不带少。巴克斯询问他自己这袍子是该敞开还是穿上，西莫扔给了他一个核桃壳，让他把关键部位遮一下。没想到这巴克斯还说绰绰有余，老哥你这……作画开始以后，西莫便下台巡视，他猛然发现八仔又在画些不符合常理的东西。按照他的话所说，绘画就应该根据感觉，要比现实，谁能比得过相机呀？没想到他的话在当时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如果不想画静物，那他就滚去当静物好了。晚上，八仔一行人去红磨坊美美欣赏了舞娘跳舞，一个二个喝到东倒西歪时，老谋子忽然出现，他扮演的是半世纪的记录者。在这群艺术学徒的作品中，他一眼就相中了八仔的画，这深得自己心的笔触让他意识到八仔是个天才。眼镜仔也意识到，或许他们不该盲从老师，应该遵从画笔和内心。他们仨的突发奇想给了西莫一阵心理压力。皇上今天会来到他们的学院进行参观赏画，但他们在认的画全都脱离了主流，要是上头不满意的话，所有人都会被送上断头台。虽然这玩意儿已经很多年没有人用过了，眼镜仔凑过来询问西莫哪位学生的画会被选入皇家沙龙，得到的答案却是所有人都落选了。八仔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啊，他们得想办法让皇帝看看他们的艺术，毕竟古往今来君主都喜欢对现有秩序进行挑战。不过有一样东西皇上绝对喜欢，那就是奶酪。于是到了画展当天，会滚动的巨型奶酪一下就吸引了皇上的注意。奶酪的中间是空的，八仔他们几人就藏在里面，推动着奶酪前进，将皇帝引到了他们的私人画室以后，几人将那几幅画拿出来给皇上看。其实皇上什么都不懂，不过看上去很牛逼的样子，便将皇家奖章颁给了八仔。西莫这时候还想美言八仔几句，结果早就被拆穿了他先前将孩子们给开除的事儿。于是在测量好以后，两人的头双双出现在了刽子手的篮子里。这虽然不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但至少最后的结局是好。小麦琪忽然爬进了丽莎的房间，他叼着奶嘴询问哥哥姐姐这本书里有没有适合自己的故事。丽莎告诉他当然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喜欢把婴儿画入画中，尤其是以小天使的形象。麦琪作为小天使站到绿宝棚，一阵塔打开，为父母保驾护航。可惜遭不住坏孩子，忽然将剑换成死亡之剑，一剑射到老莫的心口上，让他当场嗝屁。本该是上天堂的老莫，因为实在太重，将电梯压垮，一路到了地狱里。老莫只能暗骂一声该死，看吧，早就说让你减肥了吧。白海林1号正好举着啤酒走进来听孩子们聊艺术故事。八仔笑嘻嘻的询问老妹儿有没有一个关于胖呆丈夫配不上他妻子的故事。丽莎翻了几页询问他们有没有听过迪亚哥和弗里达的故事。他们两人于1929年在墨西哥的蓝房子结婚，热闹的婚礼
现场却有一个不速之客，那就是佐罗八仔。八仔上来就把警长给撂翻，接着扬长而去。那么问题来了，在这里这八仔的意义是，总之这对新人将于明天启程前往纽约。刚一到美国，他们就遇到了资本家伯恩斯。马基作为社会主义者，非常的憎恶资本主义，但看在钱的面子上，老莫同意了帮伯恩斯绘制想要的作品，这让马基非常的不高兴。他认为老莫这是在出卖自己的灵魂，践踏自己的艺术。老莫却完全不以为然。丈夫在进行壁画绘制的时候，自己又该如何呢？陷入思考时，两个恶魔老姐忽然钻出来告诉马基，你就应该离开丈夫，去绘制自己的痛苦。马基接受了这个提议，在家里绘制了很多幅自己的自画像。老莫一回来就叹为观止，他觉得自己的才华抵不上老婆的一半，他低估了老婆这个天才。一段时间后，伯恩斯的洛克菲勒中心终于绘制完成。这幅画老莫是献给钱，也是献给老婆的。但他属实没想到自己居然和金主在关于壁画上的某位人物时产生了争执。老莫坚持己见，不愿意抹除掉那个人。伯恩斯便威胁他，要是不抹除，自己就不会给他1分钱，还会拆落他的雕塑。老莫一点也不在意，只要马基能为自己感到自豪就够了。故事的最后，弗里达变得比迪亚哥更加出名，成为了世界级的优秀女性艺术家代表人物。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老谋子，他将给大家讲一个反老谋子的故事啊！什么？你说时间不够了？那没事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这里是草泥影院，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谢视频，我们再见。